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迪丽热巴的权威从来不止于颜值实力与责任并存的顶流范本。提到当下最具影响力的女明星之一，很多人第一反应便是迪丽热巴。她的外貌无疑吸睛，但这些年，她不断用实力、用敬业精神、用社会责任感，证明她是名副其实的顶流。这不仅是娱乐圈的偶像标准，更是一种对行业态度、社会担当和角色认同的全方位示范。一段曝光于公诉精英拍摄现场的幕后视频引发广泛关注。镜头中，身着检察官制服的迪丽热巴正在跟一群群演排戏，她手握剧本，手指侧边台词，声音沉稳而自信。这句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，不能喊得太凶，要沉住气，让每个字砸到地上都有声。仅是这一举动，就让人立刻感受到他对角色的把控力与权威感。他的仪容同样得体，头发梳得整齐，没有一丝碎发乱飞，额前抹光，眼神坚定。在场的群演紧张到忘词，他没有催促，没有发火，却温柔地鼓励：“我第一次演哭戏 ，NG 错误了17条，别怕。”这种从容与包容，更显出他作为演员的正面影响力。花絮流出后，观众发现他手里的剧本批注密密麻麻，某一句关键台词旁用红笔画了3个惊叹号，在空半秒的停顿标记，此处停顿0.5秒格外醒目。比起红毯上的奢华礼服，这样的认真更能打动人心。评论区迅速刷出这才是真正顶流，被颜值耽误的实力派。更有人翻出他当年拿金鹰奖的领奖视频，当年骂他水的人，现在该闭嘴了。这些反馈并非偶然，而是观众对他背后用心、细致、有深度的认可。迪丽热巴的底气源于一点一滴的打磨与坚持。长歌行沙漠策马戏，她拒绝用替身，坚持亲自完成高难度马术戏。在摄氏40度的高温下，顶着烈日和强风，自己练骑术，反复拍摄。大腿被马鞍磨破，她就在裤子里垫上棉布继续工作。导演评价：她的靴子里能导出沙子，这种对工作的敬畏和投入，是很多演员难以做到的。解忧杂货店吉他弹唱，为了角色能真唱，他学弹吉他，练习手指，磨出茧子。即使疼痛，他贴上创可贴继续练习。最终拍摄的镜头中，弹唱片段全是真功夫，未用任何后期处理，也未让替身替拍。这种对角色极致还原的追求，让他在观众心中积累起真实演员的口碑。公益山区小学支教，他没有带任何宣传团队，没有媒体镜头，仅背着书包，带文具，亲自去山区小学教孩子写字。他蹲在地上，俯身与孩子平视，被蚊叮咬的腿上起了包，也没停止发放教材和教学。工作人员说，他所有公益行动基本上不搞炒作，只是真在做事。据剧组工作人员透露，迪丽热巴接戏时有一个原则，要么不接，接了就必须把角色吃透。拿下公诉精英之后，她更是主动申请到检察院实习1个月，跟随检察官旁听问讯，整理卷宗，盖章记录，连按压印章的力度、节奏都与真正的检察官无异。她对角色的还原，从表演延伸至职业细节，展现了他对演技界限的探索和敬意。这种非拿不可不干，与群众演员现场聚光点的自信、舞台仪式感共振，构成了他演技权威的核心基础。他不仅是角色塑造者，更是一种职场专业形象的传递者。在国际影坛，追求外形与角色突破并重的女演员历来不乏经典。查理兹·塞隆凭借女魔头的变脸式演出摘下奥斯卡，彻底打破花瓶形象。凯特·布兰切特在《卡罗尔》中的眼神戏
被影评人称为她用睫毛演戏，每一个柔弱或倔强的瞬间都充满张力。韩国全智贤从《我的野蛮女友》的搞笑女王晋升为来自星星的你中高冷的千颂伊，靠的是对角色精准的理解与把控。这些女星的成功证明，外貌可以引起注意，但真正留下印象、打动观众的是角色质感、情绪深度和演员的可塑性。在这一点上，迪丽热巴格外契合亚洲娱乐圈对颜值即正义的惯性，但她没有屈从于外界的审美标准，而是以颜值为敲门砖，实力留住观众的双轨路径向前。她曾说，好看的演员很多，但真正能让观众记住是角色本身。她充分利用高颜值、明星体量带来的曝光机会，却用扎实的表现为每个角色加分，让观众记住的是角色，而不是她本人的美貌。针对她靠脸拿资源的质疑始终存在，有人指出她早年代言多，曝光高，暗示若非外形出众，可能不会有机会。对此，支持者反击，她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里饰演的九尾狐角色，为了声音表达，她练习3种不同声线仙气、媚态、狠力完全区分开来，展示了声音驾驭能力。另有声音说，顶流不该割裂精力，应该专注拍戏，却忽视他对行业的回馈。他的工作室签约了3位新人，他亲自带他们试镜、指导。从我淋过雨，所以想为别人撑伞的公益理念，到亲自参与新人培养与选角，他的责任感与影响力远不只是演戏那么简单。争议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对女性价值的单一化审判，好像一个女人长得好看，就必须用外貌换资源；一个人火了，就不配再努力付出。就像有人说奥黛丽·赫本演技平平，却忽略她为罗马假日学习骑马、练习意大利语的努力。美貌从不该是实力的对立面。从行业角度看，能够同时具备颜值加实力加责任感与社会影响力的女星，早已成为新的标准范式。国内如周迅，国外如斯嘉丽、约翰逊，他们无论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，均能驾驭人物类型丰富，对女性角色的表达更显多元。迪丽热巴的权威不是建立在热搜榜上的排名，也不是粉丝量的多少，而是她长时间塑造出一种片场主心骨，一种角色具有记忆点，一种对社会有积极价值的影响力。导演会说，她在现场就像有了灵魂。山区孩子会喊热巴姐姐，粉丝会转台词，但真正值得回看的是她密密麻麻的剧本批注。她曾被批以靠脸吃饭的标签，但用了10年时间，无数一次次落幕后留在剧本前的写字笔记，每场拍摄后总结自省，每次公益中的低姿态陪伴，彻底拆解这个标签。真正的顶流，从来不是靠某一项优势一路直上，而是在每个优势之间建立共振，让每一个优势都成为向上更高阶梯的踏板。就像一位观众感叹，看她现在的戏，我已经忘了她多美，只记得这角色有多燃。在这个颜值即正义的时代，迪丽热巴就像一面镜子，提醒着观众，美貌是加分项，但实力才是通行证。